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以前车评人说5 Series， 他们都会说 E39、E60、F10 到 G30。可是我今天在介绍这个改款版的 G30的时候 ，BMW 已经宣布他们即将在2030年的时候，他们希望在欧洲市场有50% 的销量都来自 Electrification 的车型。我今天当然不打算讲这个 Electrification 这件事情，我只是要提醒各位，在 G30 下一代车型来临之前，我们很可能在2024年之前就会看到一个纯电动版本的5 Series， 也就是叫 BMW i5。我们都知道，不久前 BMW 已经推出了这个纯电动版本的4 Series， 也就是 i4。所以5年后、10年后、20年后 ，BMW i5 有没有可能全面取代5 Series？ 我觉得只是时间的问题。当然这些扫兴的东西，我们今天就不在这边继续再讲这个事情下去了，因为今天的主角就是我身旁这个纯汽油 Non-Electrification 的5 Series， 它是530i M Sport， 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原价是395,800块。还有一个530e 就是 Electrification 的那个比它便宜了大约55,000块这样子。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Subscribe 支持下我的频道，也欢迎多多 follow 我的 Instagram。Let's go！所以我身旁的这个是改款版的530i M Sport， 然后现在马来西亚无论你买到530e 或者是530i， 他们都标配了 M Sport 套装。只是530i 呢，它就比530e 多了2个东西在车头上面。第一个就是它有 BMW Laser Light 雷射大灯，这一套大灯的最远照射距离可以达到650米。然后我之前介绍 Rolls-Royce Phantom、Rolls-Royce Cullinan、Rolls-Royce Ghost 都是用这一套大灯，还有 BMW 的7 Series 跟 X7 都有这个 BMW Laser Light， 所以它是当今汽车历史上相当厉害，就是数一数二的一套大灯系统。再来这个530i M Sport， 它也比530e 多了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Function， 你在车牌板下面这边的这个雷达就可以看得到了。我现在启动它的 Active Cruise Control， 所以我一启动过后，你会看到这边它会有一个图案告诉你跟前方车子离多远，所以你可以选择再远、再远、再远，或者再靠近、再靠近、再靠近。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不小心动到线了的话，它会帮我把 steering 摆正摆回来。所以这个是在改款之前的 CKD 版本 G30 530i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这个 Active Cruise Control 也可以透过你挡风玻璃上面的 Head-Up Display 抬头显示仪来显示，所以你的视线是能够一直盯在马路上面，就能够去调整了的。外观上呢，它的车头灯的这个 L 字形更加的明显，这个是改款后的一大特征。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Front View它用的是双肾型的水箱护罩，不过现在是连成一体了的，所以这个叫一体式的水箱护罩。然后 Chrome 的中间这边有一个镜头，就代表这辆车是有 Surround View 360度全景摄像镜头。我现在介绍的这一辆是叫 Phytonic Blue， 这个颜色是我觉得整个很符合 BMW， 因为 Laser Light 本身这个大灯呢就是有浅蓝色的颜色了。很 BMW 咯，因为 BMW 的 logo 里面也是有这个浅蓝色。以前我拍车子的时候呢，我都会关掉引擎。那现在我决定 start engine 给大家听一下车子在怠速时候它的一些声音是这样子的。所以外观上这个 G30 5 Series 呢，最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车尾灯，因为它的这个 L shape 的造型是更加的立体，它不只是 graphic 罢了，它是凹进去这样子的，呈现一个 L shape。除此之外，它下面这边呢，它的整个rear bumper 这边也进行了一点点的优化，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不是side by side，你不会看得出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啦。Let's say 锁匙在我 pocket 啦，脚伸过去，我也晒我。我没有记错的话改款版的 E-Class 是没有这个东西Comfort Access 应该是叫 OK， 非常的实用。行李箱空间方面，530i 有530立车，530有530立车也就跟 Mercedes 的 E300 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呢，跟530e 比起来的话呢，它就比530e 多了120立车。我认为在当今房车世界里面，只有2种人，
在 D segment 里面，一种人叫 Accord， 一种人叫 Camry。但是讲到 E segment 啊 ，Executive segment，Executive Sedan 就只有2种人，一种人叫 E Class， 另外一种人叫5 Series。喜欢 E Class 的人买了一代 E Class， 下一代 E Class， 再下一代的 E Class。喜欢5 Series 的人买了一个5 Series， 第二个5 Series， 第三个5 Series， 第四个5 Series， 永远都和5 Series 脱离不了关系。我不确定你是哪一种人。所以这个 BMW GT5 Series LCI 它的轴距是2975mm， 比改款版的 E Class 长了很多。前面一样是19寸，后面也是19寸，后面大过前面。4条轮胎它们都是用 Run Flat 施压蓄跑胎。你知道吗？每一次我拿蓝色的车子就会下毛毛雨，不然就是下大雨。现在没有下毛毛雨，也没有下大雨，不过开始刮风了。我的身高是178cm， 腿部空間呢翹腳絕對係冇問題嘅，然後頭部空間也非常的夠，因為它不是那種什麼 fastback hatchback， 所以相當的足夠。即便這台車子是有玻璃天窗的。那設備方面啊，它的2個檔這邊它的 pillar 有冷氣出風口，這邊有2個冷氣出風口，一共有4個冷氣出風口對着你吹。這個呢就跟改款版的 E Class 是一樣的。這邊 BMW 它的做到比較齊全，像你可以調整風扇大小、吹哪裡、冷氣的溫度，還有2個 USB Type-C 的接口，還有一個 12V 的 socket。不過就跟 E Class 一樣啊，因為它們都是後輪驅動的車款，所以呢中間這個隆出來的地方是這麼高 ，E Class 也是這麼高。它有哈曼卡顿的音響哦，這個是530i 才有，530e 沒有。我們講椅子方面，我覺得它就跟改款前一樣硬。To be honest， 它真的是硬。我相信走不久過後，屁股就會 depends on 你什麼樣的屁股啦。有些人臀部肉比較多，有些人臀部肉比較少。所以這種椅子呢，對於臀部肉比較少的人來講，坐長途會不是這麼舒服。但是如果你臀部很多肉，那個就另當別論了啦。這邊有一個扶手，裡面2個杯架。有一個儲物格沒有？沒有儲物格，就是杯架罷了。So 有一點東西我蠻 surprise 的就是呢，of course 它有2個 ISOFIX， 可是我剛才開它的 boot 的時候，我沒有看到 handle 可以讓它的這個椅背傾倒，然後中間的這個東西你也不能夠打開，手也不能夠伸去後面。呀，我覺得這個地方會是這個5 Series 比較吃虧的地方啦。這邊一樣有這個 ambient light， 在夜晚的時候，這輛車就是非常的 premium。不過我個人就覺得這個黑色皮革就稍微顯得單調一點。如果你要的話 ，BMW Malaysia 也提供 Cognac 干邑色配色的皮革座椅給你選擇。因為今時唔同往日，以前你要買到長軸距的車，你一定要買到5 Series 或者7 Series。那現在你只要買到長軸距的330 Li， 你也是可以得到這樣子的腿部空間。你知道嗎？在過去的2年裡面呢，在我所有 BMW 的影片底下，最多觀眾留言問我的，並不是要買 E Class 還是要買5 Series， 而是他到底要買 530e 還是買 530i。我先start engine先。我先不要講它的動力數據啦，因為一個是插電式混合動力，一個是純汽油版。我當然就講設備，因為 530i M Sport 是比 530e M Sport 貴了馬幣55000塊。那55000塊，它可以是一個大數目，它也可以是一個小數目 ，depends on 你的錢包有多深有多厚。這55000塊裡面 530i 多了什麼東西呢？第一個就是抬頭顯示儀，還有我剛才講的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Function。BMW Laser Light 464瓦16個 speaker 的 Harman Kardon 音響系統 BMW Gesture Control 的功能，還有 BMW Display Key。所以如果你問我到底應不應該省這個55000塊，少掉這些東西，而去拿一個動力數據更強的530e呢？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回到您本身，你有沒有充電的條件？你住的 condo 有沒有 plug？ 你家裡有沒有 BMW iWallbox？ 你每天的 travel distance 是多少？那如果你每一天的 travel distance 就是你的家裡到 office， 你帶小孩子去上學，你買菜的距離只有少於50公里，我覺得買530e，因為你基本上每一天充電，你可以1-2個月都不打油都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你經常要跑 highway， 你要從 JB 去 Penang， 你要從 Penang 下 KL， 你要從 KL 去怡保，你要從 KL 去關丹，選 530i 會比較好，因為 530e 比它重了210公斤。當你的電池的 battery 完全耗盡的時候，你就是拖着一個210公斤的行李箱在後面，在下面，它會影響你的車重啦。因為這輛車子都已經超過1700公斤了，再加埋那裡邊去下去1900公斤。大致上來說呢，這個改款版的5 Series 跟改款前最大的不同有2點。
第一点就是呢，它现在用的这个仪表板是跟 G23 Series 一样的电子仪表板，也就是那个 RPM 是多倍的转速表。所以它会随着你不同的驾驶模式去切换它的颜色。颜色不了它的 pattern 是不会像 Mercedes-Benz 这样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它相对是比较 limited 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中央萤幕从 10.25 寸加大到 12.3 寸。你家里有买电视机的人你就懂了，你的荧幕，你的电视机越大，你就要坐越后；电视机越做小，你就要坐越前面。所以有时候荧幕它不是越大就越好，你懂吗？如果你家徒四壁，家里小小个，你电视机大大，你会看到把九楼这样子啦。对我来讲呢，我觉得 12.3 寸已经是 maximum 了，它不好再大了。它里面的功能呢，现在是 BMW iDrive 7.0 的系统，也就是最新的一套系统。然后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现在里面它不会再跟你写 Apple CarPlay 了，它直接写 Smartphone Integration， 因为这个 Smartphone Integration 里面包括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车子的驾驶模式方面，这个东西没有不同的，它有 Sport Mode、Comfort Mode、Eco Pro、Adaptive Mode。在它的 Sport Individual 里面，你可以调整 Damping、Steering、Engine 跟 Transmission。抽屉这边也是换上了 USB 3.0 的接口，这边一样有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手机无线充电器。同样的 BMW M Sport Steering 有Pedal Shifter， 然后这边有这些 Adaptive BMW 叫 Active Cruise Control 的一些功能。所以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 button 直接喊不啷全部关到完。所以 Front Collision Warning、Lane Departure Warning、Steering Intervention、Lane Change Warning 喊不啷都有给你其实530E也有这些功能了的，它就是差没有自动跟车的功能罢了。Couldn't be better。它应该是史上最齐全的一个530i 了。BMW 5 Series 是一个诞生于1972年的车款，也就是说到了明年2022年 BMW 5 Series 即将迎来50周年，它的50岁生日。你知道吗？过了这么多代，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又一代的5 Series。我不知道你出生在哪一个年代我出生在1990年，所以当 BMW 在1996年推出 E39 的时候，我其实只有5-6岁这样子罢了。所以 E39 对我来讲是一个印象非常非常模糊的，因为你在5-6岁的小孩子，你很难去分辨到底这个是，你只知道这个是 BMW 这样子。可是因为它的 E39 是从1995、1996年一直到2002年、2003年左右，那一个时候呢，我已经是12-13岁了。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爸爸买了一个是 W210 大小眼。然后 E39 其实它跟大小眼是处于同一个年代的。接着呢，他们在2000年初推出的那个 E60 呢，那一个就真的是振奋人心了。你知道吗？那个 E60 对我来讲是目前我觉得史上最好看的一个5 Series。不过呢，那个5 Series它从设计到推出了之后，even 在 BMW 内部都引起非常非常大的反对，非常大的抗议声浪。因为其实 BMW 内部很多人是很排斥那个 E60 的造型的，所以在 F10 的时候他们又收回来了 ，G30 又进一步的收回来了，就是让它从E60 那一种很高调，你知道那种叫什么睫毛往上翘那一种感觉收回来，收到比较 business 比较商务，然后就是比较 atas 让它回归到 BMW 原本要它走的方向啦。那我个人觉得 F10 是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存在感对我来讲毫无疑问的，你说 G30 改款版好看吗？好看，肯定是好看的，因为这个双身型毕竟还没有到M3、M4 Series 那一种，所以目前我是能够接受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前格栅的大小不大不小不宽，刚刚好，比那个7 Series 的还要顺眼它顺不顺眼主要是个人嘛，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多的争论的空间因为路苏嘎就苏嘎，不苏嘎就不苏嘎。不过你要拿它的对手，你说 Mercedes E-Class Facelift 来讲的话呢，就有一点奇怪了。曾经有一阵子呢，每个人一听到 Mercedes 就讲 Uncle，Mercedes Uncle，Mercedes Uncle， 不知道从何年何月何日起 ，Uncle 变成 BMW 了 ，Mercedes 变成 Youngster 了。这个就是 BMW
寄生于合声量，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一直不断的在拔河。有时你比较阿达斯，有时你比较阿达斯，有时你比较安哥，有时你比较老水，有时你比较老牙，有时你比较先进。不要问我奥迪啊 ，please。我们讲同级竞争对手奥迪 A6 从600千起，比什么300多千、350多、390多千都不过奥迪的那个价钱来，完全是不用比的。那你说 Volvo 的话，肯定你可以看回去我介绍过的 Volvo S90， 那个肯定是没有得讲的啦，就它的设备、保养、Wheelkit， 哇，半自动驾驶等等。把 BMW is BMW，BMW 就是 BMW， 会买 BMW 的人就是会买 BMW。你讲说口水干了，他也不屑去看 Volvo 一眼。所以你知道吗？这辆车子它现在卖395千，5301比较便宜啦。但是呢，其实这个售价呢 ，BMW 马来西亚刚刚推出了一个纯电动的 iX3， 就是纯电动版本的 BMW X3， 他们也很有可能是这个 iX3 的 potential customer 啦。它虽然是改款版的530i， 不过它没有像国外市场这样子加入48V 的 mild hybrid system。所以呢，它的动力数据是维持在252 horsepower 和350 Nm 的，因为48V 会给它多11个 horsepower， 它就没有了。所以同样的是 BMW 的 B48 引擎，同样是 BMW Twin Power Turbo 引擎，所以驾驶的东西我觉得跟改款前真的是都很好驾了。我觉得那个进步的空间非常的小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在 highway 就是这样哦。OK， 高速行驶的隔音表现150，你一超过几把了，怎么？这个 air pillar 听到不？想要装口博那一块呢？但是你别跑这样快啦，你跑慢慢的话就不明显。它的0到100是多少了我看一下，我忘记了。你知道，因为它不是什么 M550i、M340i、M5 我不会去记它0到100多少的哇。它当然快也行。6.4秒，如果是5301的话是5.9秒，所以它是比较慢的啦，因为它没电动马达嘛。5301又多了40个 horsepower 的 extra boost， 让它从252加多40变到252。15 minutes later， 252加40是292。然后5301有420个Nm，因为它有一个12 kWh 的锂离子电池在。因为我没有记错，上一次我在这一条路，也就是我上一次介绍 BMW 的试驾影片，就是开着6气缸 Turbo 的 M340i xDrive。给清的了。160 break。 BMW 就是 BMW， 重点不是你的0到100可以飙多快，你可以多么大的马力，200匹、300匹，重点是你停得下来 ，stop the ball。我现在前面又是一个 traffic light 了你知道为什么这条路这样直吗？因为在我的右手边，大概5个公里里面就是 KLIA 的跑道了。飞机起飞跟降落的地方，所以呢，很稳。只是说呢，因为这个是 adaptive suspension 它不是 M Sport suspension， 所以你真的是跑到这么快的时候呢，它会比较浮一点compared to 之前这个 CBU 的330i 的时候，它给的那个比较硬的 suspension， 那个你跑快的时候，你会 feel 到整个人比较低。那这辆车子呢，
我不要讲那个速度了，你知道了，就是你到那个速度的时候，它还有进步的空间啊，不然要 M50i 这么，不然要 M5 这么，如果530i 都可以打天下了 ，you know what I mean？ Brake corner， rear wheel drive 后轮驱动 ，ZF 做给 BMW 的这个8速自动变速箱啊，真的是 couldn't be better。你知道每一台车子呢，它舒服的速度都不同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加 B segment 的，它可能到那个速度你觉得舒服；你加 C segment， 你就快一点就舒服；那你在 D segment 再快一点，你也觉得舒服。那 E segment 呢？之所以是 E segment， 就是因为它可以在很高的速度都让你感觉到舒服。就是每一辆车都有自己的 comfort zone， 只是你有钱，你有选择，你有机会，你就可以有更宽的 comfort zone， 到很快你都很 comfort 这样子。哇！So much fun 毫无疑问的 ，Being a BMW， 它的操控性、指向性、方向盘的精准性、底盘的控制、车身 body roll 的 control 方面，绝对不会丢 BMW 的脸。不过呢，就我过去开 BMW 的经验呢，我觉得这个驾驶体验是还好罢了，还好罢了。你知道有一句话叫“曾经沧海难为水”，如果你不追求行李箱空间、后排空间的话，你都买到395千的5 Series ，Why not？ 你就去选择 M340i， 因为 is another level，even 它是一个compact 的 executive sedan， 不是像它这样子的 executive sedan。很多人跟我讲，车子只是代步工具，要买这样好来做么？那个是因为你的车子只让你觉得它是一个代步工具。如果你开过 BMW， 你曾经拥有过 BMW， 或者是你坐过别人的 BMW， 你就会知道 BMW 不是一个代步工具，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生活追求，它是一种身份象征。我觉得，价钱已经去到400千了。我希望 BMW Malaysia未来有机会可以 officially 引进6气缸的540i， 那比较有可能呢，就是他们会推出545e，也就是 BMW X5 X-Drive 45e 的房车版本这样子。我只是讲罢了啦，我没有头绪的。因为6气缸，我觉得5 Series 还是要配6气缸才比较符合身份象征，不然你就买那个 VX 的了，就是超过100万的啦。目前这个中级版的还没有来，所以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 BMW Malaysia 推出 F90， 也就是超级无敌中级版的5 Series。所以喜欢影片不要忘记分享、按赞、订阅，多多支持，也要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因为我提早完成了这个530i 的试驾，所以就给大家看 bonus features， 就是如果放下2个 baby car seat 还有多少位。所以这个是我的小老板，对，3个月，弟弟睡觉。哦，那边还有一个大的，所以这个 car seat 还是蛮大的。可是放过去呢，这边是还有位置的。我们去另外一边看一看。像这个 car seat 放了呢就 OK， 下面我还可以放一个 bag 这样子，然后中间就剩下一个这样子的位。是的，我现在就是被2个 baby car seat 挤在中间。那以我这个身高178 cm 的脚的长度来讲是 OK 的，不过你可以看到我的脚要开到这么开，因为中间隆起来的地方很高。不过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个5 Series 是一个非常适合拿来载 baby 的一个E segment sedan。为什么呢？第一项它这边有天窗，你看我现在就可以对着镜头讲话。第二呢，它这边是有冷气出风口的，这个 pillar 这边，所以它可以直接吹到 baby， 所以下面可能被我挡掉了，不过这边还有冷气，这边还有冷气。再来遮阳的一方面它也非常的充足，像这边有一片小片的，这边有一片，所以你看你在这 baby 的时候你未必要拉这个盖子，你也可以用车子本身的。那这边也是一样有这个遮阳帘的，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不够能够遮到光嘞，它后面还有一片的它后面的这片遮阳帘。所以我们看一下 baby 现在是做到这样子的。
，right， 看到吗，弟弟啊？所以记得啊，小孩子啊，这个年纪的一定要绑car seat，然后要绑到妥妥的，绑到紧紧的啊，那弟弟就可以看外面了，看到吗？哥哥，哥哥口渴啊？看蛮多蛮好蛋，就是这个样子了。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